这期我们来介绍特别有趣的 ISFP 这个人格类型啊，哪怕你不是 ISFP， 这期也会对你了解 MBTI 啊，消除刻板印象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是莎莎，专业的人格分析师，喜欢人格类型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哦。你知道16个人格类型中，对人格分类第一印象最抗拒的通常是哪个类型吗？没错，就是 ISFP 啊，和同样抗拒的 ISTP 不一样。ISFP 呢，通常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但是就是不太喜欢人格类型的理论啊，往往是直到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开放性啊、积极性啊，他们才开始慢慢的接受。而且一旦接受了之后，他们也对自我分析持有一种较为抗拒的态度。但是这期我还是做了 ISFP 这个专辑啊，是不是很欠？因为他们真的是超级的有意思的类型，但是他们的这种丰富的内在又很少被人发现，所以我真的很想从人格理论的角度分享给大家他们的魅力和一些深度的特征。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长按一键3连，我们就开始吧。根据荣格类型理论 ，ISFP 的核心认知过程是 FI 内倾情感、SE 外倾感觉、NI 内倾直觉以及 TE 外倾思维。我们可以精炼为真实、体验、视野和效益这4个关键词。用一句话连起来的话，偏好 ISFP 的小伙伴以真实的自己去参与和体验生活，渴望深入的视野，但对此不够自信，知道效益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实现。我们今天的分析也将围绕这一句话展开，以真实的自己去参与和体验生活。首先我们谈谈真实性，这是对 ISFP 来说最重要的品质，相应的也就是内倾情感 FI 啊。谈到 ISFP，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是他们非常的率性而为啊，但又比较自我啊，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一种关我啥事啊，管你啥事的这种人生态度啊。但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如果说思维主导的人格类型 T 的这个类型和自己内心的情感距离是1米啊，那很多情感 F 主导的人格类型距离呢就会是1厘米。而 ISFP 和 INFP 和自身情感的这个距离可能就是-1米了啊，都不分彼此了，好吗？他们是如此深刻的和自己的情感连结，以至于他们很难忽视自己内心的声音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主动技能，更像是一个被动常驻技能。因为这种对自身情感的敏锐度，让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情感，都是独特的个体啊。不过注意这里的情感可不是情绪啊，不是说 ISFP 他们很情绪化，有很多的情绪波动啊，这不一定啊。情感更多的是指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甚至是良知啊，这样在我们内在自然而然的一种感知感受。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情感是因为是向内的嘛，所以他们可以不断深入，但是很难反过来，这让很多 ISFP 呢不太容易去表达情感就反而会收获了不善言辞社恐甚至共情能力强但是冷漠这样的刻板印象。但真正熟悉他们的人呢，就会察觉到他们善良真诚甚至有的时候是过分单纯的这种本质。他们这种难以言说的深刻的情感其实就是他们被认为是艺术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因为艺术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媒介去激发他人情感的体验。比如 UP 以前在状态非常糟糕的时候，有随机听歌，听到了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当时根本听不懂歌词，却听着听着就哭了这就是一个媒介传达情感的例子这并非是说 ISFP 一定都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而他们几乎呢总是会有自己的方式，以一些比较艺术个性化的形式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可以是手工，甚至可以是厨艺甚至也可以是运动。所以 ISFP 和就是相处起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告诉他们不该有某种情感比如说你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你就是要坚强一点之类的话就会让他们感觉非常的憋屈和疑惑。因为他们外在的柔软并不代表他们内在的脆弱，恰恰相反，因为和自身内心情感的紧密连接，大部分 ISFP 比外在的更加热烈，也更加的坚毅。接着我们来到了后半句，也就是参与和体验生活。ISFP 偏好的感知方式其实是向外的实际感知，也就是我们说的外倾感觉 SE 那它就是去感知直观的，可以真正体验，俗称看得见摸得着的内容当 ISFP 在感知时能做到真正的此在，也就是心无旁骛的去沉浸在当下的感知中。正是这个特点让他们收获了头戴耳机听音乐这样的刻板印象因为当他们在特别投入的时候，他们不是以技巧性的去运作所学的这个东西，也不是去回忆相关的这种知识技能去照做，而是把自己融入到所做的活动当中做到真真正正的卓越。如果他们是剑客就可能是那个人剑合一的剑客。那如果他们戴着耳机听音乐，自然就会感觉人机合一开玩笑这种对参与和体验感的追求呢，也是 ISFP
具有高度现实适应力的原因。当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啊，相比于同为 FP 类型的 INFP。ISFP 会更愿意接受现实，并且从中尽可能的找到当下可以去做的更积极、更带来有趣的体验的事情，而很少因为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而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在浪费时间在这种懊悔啊或者悲伤中啊，这会让他们在一些人看来显得有点没心没肺啊，或者说是没有上进心啊，甚至可能是摆烂。但从现实的角度而言，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我与其去为了未来的快乐而让我现在痛苦，为什么不把握现在能拥有的乐趣呢？这就是他们在外啊，往往会显得不爱争执啊、忍耐力强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心理机制啊。他们其实很讨厌大声说话等各种带来消极体验的这种外部刺激，只是他们不觉得说去计较这些事情特别的值当，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能躲则躲嘛。当然，他们追求的这种当下的现实，完全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想象力，只是他们的想象力中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来源和实用性，比如看见的东西、听见的东西，从这些东西当中展开想象，而很少去凭空的在脑海里构想和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事物。所以，如果你希望增进和 ISFP 的感情啊，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愿意和他一起去参与互动性比较高的那种活动啊，去体验周围的世界，绝对会让他们的好感大涨。这种体验不是非得是运动，就像前面提到的，也可以是一起欣赏音乐，甚至一起躺在窗边晒太阳。这种人和人彼此的陪伴，沉浸在美好环境的体验，会让 ISFP 深深地感到生命的乐趣和活力。接下去我们就来聊一聊渴望深入的视野但不够自信这部分。所有 S 类型的人呢，都同样拥有 N 直觉啊，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 ISFP 来说呢，他们不仅仅拥有直觉，而且拥有的还是以深度为主的内倾直觉 NI 啊，这让他们喜欢去发现事情背后的轨迹和规律，想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啊，所以大多数 ISFP 都对心理学会有不小的这个兴趣。但是就像我之前开始提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同时 ，ISFP 又是最讨厌人格测试这个标签的人群啊。其实恰恰是因为 ISFP 它能够看到人一定的心理模式，但是对此并不那么清晰自信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心理学很神奇，值得深入的去了解，但是往往不相信说我们人的心理模式可以被总结成某些特定的类型，直到他们真正发现人格类型的描述非常符合他们的实际状况等等。这种对深度见解的这种不清晰和不自信，也让 ISFP 有些不敢在外界暴露自己很多的见解和看法。实际上，其实我跟很多 ISFP 有沟通嘛，我发现他们的见解其实真的已经很深刻了，但是他们却不够自信，还是觉得自己不清晰啊，他们就因为他们会很担心说他们这样做，他们暴露出来自己的见解会容易去引发来自外界实际反馈的这种否定，他们会很担心这种否定啊。只有当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被接纳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真的是觉得有感而发，整理好了特别就是深刻的想法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看到他们深度的一面。那时候你会发现 ISFP 其实具有非常幽默的这种特质啊，有办法把很多无关的事情建立起关联，并且从这种想象游戏中得到不小的快乐。所以当 ISFP 表现出对长期方向上的那种单纯的期待的时候我看哪个坏蛋打击他们啊，因为他们在这上面，在这种梦想啊、愿景啊这些长期方向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小心亦步亦营，然后自己又有一些纠结的这种状态啊，就真的就格外的需要他的朋友、他的伙伴的包容和支持，这个会让他们深深的被感动，也更有力量去奔向他们的梦想啊，不要打击他们啊。最后我们来到了知道效益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有效的实现它啊，不总是知道怎么样去用合适的方法做到它这个部分啊，这是大部分 ISFP 都体验过的短板之一，不是指能力，而是偏好。他们因为追求自身的真实性啊，极度抗拒牺牲个性去达成目标，也就是抗拒外倾思维 TE 啊，也就是 TJ 类型的优先认知过程这个视角。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具有现实性，会不可避免的去意识到说，去按照自己某些不喜欢的方式做事，确实能带来不错的现实结果啊。这种矛盾性让他们在很多时候就是纠结于真实的自己和现实的结果之间。这也是 ISFP 会被认为说在现实中有一点唯唯诺诺啊，但在网络上重拳出击的这种原因。因为在网络上更少涉及实际的利益和成就，让他们可以几乎不用考虑利益而做比较真实率性的一个自己。另一方面，这种对效益的不敏感导致他们在压力下反而容易过度的反应就可能平时很随和的 ISFP 在面对比如说小组工作的死线啊，或者说一些人生的重大事件下，就是有这种急迫要去完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非常有压迫感的方式，想要去促成这件事情立刻做到啊，比如说要求组员马上完成他们的工作啊，这时候往往连 ISFP 自己他们都
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太像平时的自己啊，而当他们就是上头那阵过去之后，本身很抗拒冲突的 ISFP 呢，可能又会容易开始多愁善感起来啊。所以，当你发现一只 ISFP 开始着急了，甚至暴躁了，你要知道，这一定意味着他们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啊，千万不要因此觉得好像说他们前后不一致啊。俗话说得好，再可爱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原本就在内心深处其实格外的有自己坚持的 ISFP。好，最后呢，我也想把《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的一句话送给所有的 ISFP 的小伙伴：你必须活在当下，乘着每一个波浪前进啊，在每一刻找到你的永恒。傻瓜站在他们的机会之岛上寻找另一片陆地，但是没有别的陆地，除了这一生，没有别的人生。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啦。这次试了是比较新的人格专题的展开方式啊，写的也比较稍微自在一点、随性一点啊，不用生搬硬套一些要点啊。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一键3连支持一下。有任何改进的建议，欢迎评论区来告诉我哦。下一期呢，我们会出 NJ 类型的学习方法。假期来啦，弯道超车的机会到了。我是刷刷，我是下一期会出镜的小狐狸。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